百期详解红白机全游戏巡礼。大家好，我是雷文。最近又看到有朋友的评论留言，说在我的系列节目里发现了寻找多年的不知名游戏。每次看到这样的评论，我都挺高兴的。像这种多年难找的，一般都不属于热门，而且品质可能并不高，但通常有突出的特点，能让玩家记住，还和自己小时候某段愉快的记忆绑定在一起。找到了它，就像触发了回忆片段的开关。等到这个系列全部做完了，到时候我就可以说一句，只要不是山寨的红白机游戏，在我这里都能够找得到。按照游戏发布的时间，今天继续来介绍1990年7月的作品。SD 英雄总决赛打倒邪恶军团，眼镜厂出品的一款平台动作作品。这款游戏属于 Combat Hero 系列，该系列的特点是将不同的机器人动画和特摄剧里的人物跨界融合，以卡通的 SD 形象来呈现角色。游戏角色来自于机动战士高达系列、奥特曼系列、假面骑士系列，以及一些其他当时热门的机器人动画和特摄剧。激战系列也算是从这个概念里衍生出来的。本作是第二款的 Combat Hero 系列游戏，第一款 SD 大相扑平成英雄场所在第68期介绍过。两部作品发布的间隔时间仅有2个多月。SD 战士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但某天一架神秘的 UFO 发动袭击，绑架了他们的母亲扭蛋机和工程师艾米酱。罪魁祸首是邪恶帝王黑暗大脑，他正要密谋利用扭蛋机制造更多的邪恶 SD， 从而统治世界。进入游戏后，8个行星组成前8个关卡，顺序可以自由选择。每个关卡有一个初始的 SD 英雄，并且关卡的主题也和该英雄的动画或者是剧集对应。本作总共有12个可以使用的角色，属于4个不同的系列，除了高达、奥特曼和假面骑士系列，还有一个金属战队系列。每个系列都包含3个角色，角色操控都是一样的，2个按键分别对应跳跃和攻击。不同角色在跳跃的时候会喊出经典的台词，消灭敌人掉落一些道具。在这其中，爱心图案的道具能让角色在同系列作品里升级成其他的英雄，比如一开始控制普通高达，升级后变成 Z 高达，再升级变成 New 高达。奥特曼从初代升级后变成赛文，然后是泰罗。还有些不同图案的道具能切换到同等级其他系列的角色，但实际上12个角色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分成了近战和远程。一般初级的是近战，2级和3级的角色变成远程攻击。还有骷髅头图案的道具是让角色降级，饭团恢复生命值，感叹号获得短暂的无敌，炸弹全灭屏幕的敌人。眼镜厂图案的道具有些特殊，能同时的获得升级和回血2种效果。完成前8关全部的内容后，出现第9关的最终关卡，击败最终 BOSS， 救出艾米酱和扭蛋机，游戏通关。据说这款游戏当年在日本热度很高，主要还是依赖这些角色的人气。游戏本身的水准相当一般，也能看出做的比较敷衍。每个角色不但操作没有区别，攻击方式单一，连专属的必杀技都懒得做。关卡设计没什么亮点，敌人的站位都是随意摆放，角色在被击中后有很长的眩晕时间，大部分的杂兵要多次命中才能消灭，整体游戏性不高，个人评价2星半。维兹超人，这部奇葩的作品是雅典娜公司开发发行的，最早在1989年推出了街机版，但街机版相当冷门，几乎无人问津。移植到红白机平台时加入了故事背景，并在系统和玩法上做了改良。基本玩法简单来说，就是结合了贪吃蛇的圈地游戏，角色在移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生成方块，玩家和对手都会生成方块墙，整个屏幕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方块填满，碰撞到方块或者是方块墙立即挂掉，并且角色无法停止移动，也不能禁止方块生成，但可以在高速和低速之间切换，坚持到最后的玩家获胜。说这款游戏奇葩，主要是故事和角色的设计方面。主角出都走一郎是一名教师，偶然间在路上救下了一个孩子，但自己却被车给撞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被送上了手术台。这时一个叫做维兹博士的人要求他加入名为 Joke 笑话的军团来征服世界，但主角拒绝了，并从此变成了一个裸体人，开始了他对抗维兹博士拯救世界的旅程。
游戏有多种模式，除了单人闯关，还有丰富的多人玩法，支持2人、3人，最多4人的对战，还可以合作对抗电脑。游玩多人模式时的关卡场景和单人模式也不一样。在单人闯关的内容里，玩家扮演的主角裸体人要先和5个来自 Joke 军团的敌人对抗，相当于5个大的关卡，顺序可以自由选择。对手角色的头像都有搞笑的动画。第一个蓝色的家伙会朝主角竖中指，每个对手都要通过5个小关才能将对方击败。在场景里，前面提到的高低速切换是按 A 键，按 B 键可以跳跃躲开墙壁，但在一关里只能用1次。对手也有相同的能力。在每个对手后面的关卡里，角色还会乘坐载具对战，发生碰撞先失去载具，相当于多1次失败的机会。不同的对手还有各自的特点，例如第2关用翅膀飞在空中，角色的身后有时不会出现方块。第3关的角色会分身。第5关在冰面上操控手感不同。击败全部的5个敌人，最后和维兹博士对决，同样也是5个小的关卡。虽然玩法很简单，但单人闯关的难度很高，需要集中注意力并且快速的反应，节奏相当紧凑。电脑的 AI 有点问题，有时候比较影响体验。游戏的精华内容应该是多人模式，丰富的对战玩法很适合和小伙伴一起。个人评价3颗星。队长小一2超级前锋，也翻译为天使之一2或者足球小将2，高桥阳一著名的同名漫画改编的系列第2部作品。初代的发布时间是1988年4月，在第36期节目里介绍过。2部作品中间间隔2年的时间，这一作只发行了日版，没有其他的版本。2代发布的这个时间点，漫画原作的世界青年篇还没有开始连载，所以本作的故事内容是特库摩原创的，并且还引入了许多原创的角色和特殊招式。1代的故事结尾，在法国赢得国际青少年大会的冠军。从那之后过去了3年的时间，大空翼跟随教练罗伯特前往巴西，为圣保罗青年队效力，开始了新的挑战。基本玩法继承了初代，仍然采用计时制和模拟相结合的类型，但在系统上做了很多的优化改进。除了比赛前后穿插的剧情演出，每场比赛开始前的赛前会议内容比1代要丰富，不再只是简单的走个过场，增加了不同的阵型，在此基础上可以更换和调整队员，还增加了防守策略的选项，普通、压迫和反击。来到比赛内，最大的系统优化是画面下方的球场缩略图雷达，用球员的号码显示双方10名队员，守门员除外。控球的队员用一个足球图案表示，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可以通过下方的雷达操控队员移动。这就很好的解决了初代里无法控制防守和查看全局的问题。常规情况下计时移动，对抗时变成指令式的操作，依然是通过消耗体力值选择不同的指令，像是进攻时的指令有带球、传球、射门2过1配合，防守时有铲球、拦截、断球和保持位置。新增加了高球的处理系统，当队员在空中进攻和防守时的指令选项和在地面有些不同，还添加了守门员面对对方球员1v1的情况也是单独的指令。每位球员依然有等级，可以通过比赛里成功的指令动作和赢得比赛积累经验值提升等级，各项属性也会随之提升。这代进攻和防守的几项属性相比初代也略有变化。游戏的流程很长，分成了上下2个部分，上半部分又包含了3个篇章，分别是里约杯，面对6支巴西的顶级俱乐部，接着是日本国内的高中联赛。这个篇章切换成控制甲太郎帅点的南葛高中，在没有大空翼的情况下和其他熟悉的对手较量。然后是日本杯赛，分别面对罗马、乌拉圭、汉堡和日本队。下半部分的内容，大空翼回归日本国家队，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从亚洲区的预选赛，再到面对欧洲的对手，最后对战世界列强。如果说1代最大的亮点是开创了实时模拟的新形式，那么本作就是基于这种框架下发展到的成熟体，新增的策略元素和系统优化补齐了之前的短板。比赛中演出和视觉呈现变得更具有冲击力，操作也更加流畅。原创的内容体量庞大，而且素质很高， BGM 也很出彩。游戏的平衡性和球员的能力差异过大，这一点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不过并不影响它成为经典和该系列的巅峰。个人评价4星半。
兽王记》。《兽王记》是世嘉旗下早年的硬核横版动作作品，原版于1988年发布在街机平台，在移植到红白机之前，已经有了众多其他的版本。性能更强的家用机 MD 和 PCE 上都已经推出了移植版。FC 的这个版本由阿斯米克发行，相比其他的家用机，在机能和发布的时间上都没有优势，因此除了移植原版内容，还加入了新的关卡和形态。不同版本的故事设定略有差异，这里就按照日版主流的来介绍。在远古时代，兽人族拥有强大的力量，但他们的狂妄触怒了众神，宙斯将他们封印在一座石碑当中，陷入漫长的沉睡。1000年之后，一个恶魔从地底深处复活，统治了大地。宙斯的女儿女神雅典娜前去斩杀恶魔，却被俘虏。由于宙斯无法独自行动，于是他打破了兽人战士的封印，命令他们去斩杀恶魔，救出女神雅典娜。在横版的场景里控制角色 ，B 键踢腿 ，A 键出拳，方向键上跳跃，按2次上键触发2段跳，方向键下是下蹲，下蹲时的攻击动作不一样。游戏最大的特色当然是兽人的变身系统，在关卡里消灭特定的敌人，掉落灵魂球，拾取灵魂球后力量强化，身体形态也随之改变，分为3个阶段，从初始的普通体质到肌肉体质，再到极限体质。集齐3个灵魂球变成兽人形态，每个关卡可以变身的兽人形态都不一样，每个兽人都拥有自己的特殊能力，例如龙的电击和熊人的石化气体。原版游戏有5个关卡，也就是5种兽人形态，包括了狼人、飞龙、熊人、虎人和黄金狼人。FC 版有8个关卡，因此多了3个兽人形态，分别是鲨鱼、狮子和凤凰。不过除了第5关的鲨鱼是全新的形态，狮子和凤凰的形态与熊人和飞龙很接近。每关的 BOSS 战都会先检测主角是否变成了兽人形态，若没有变身，恶魔会离开。开战后，恶魔会化身成不同的怪物，通过全部8关后救出雅典娜。尽管 FC 的这个版本加入了新的内容和关卡，但游戏的基本素质一般，受机能和容量限制，画面水准比其他家用机差了不少，即便放在红白机上，水平也不高，也基本没有剧情的演出。 BOSS 设计的比较单调，整体游戏性欠佳，个人评价2星半。物产麻将由日本物产推出的一款麻将游戏，要是按照日文原名直译，游戏的名字应该叫麻将 G-Man 物产麻将3。可能会有朋友奇怪呀，既然有3，那1和2在哪里？在系列节目的第24期和第43期介绍过2款麻将游戏，南梦宫发行的家庭麻将和家庭麻将2上海之道，这2座都是日本物产开发的，所以今天介绍的物产麻将算是他们的续作，采用了和之前相同的游戏引擎，只是后来2家公司分道扬镳，各自推出了自己的续作。如果看过之前节目的朋友，要是记得前作介绍的话，这个麻将系列不同的模式内容很丰富，还有剧情和道具，本作也继承了这一特性。还是2人的麻将，有3种游戏模式。第一种模式麻将到场，标准的对局，从8个对手里任意选择一个对手，并且有几个规则的选项，还能设置背景音乐。第2个模式不是麻将对局，类似于一个消除的形式，先设置难度级别并选择关卡，要通过不断下落的麻将来拼图，组成能够胡牌的牌型，从而获得分数，达成方框类的目标分数即可过关。有2个特殊的牌，励志图案的可以提示消除所需的牌，一把剑的图案的牌能粉碎下方的一张麻将。说实话，这个模式很复杂，我试玩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窍门。第3种 G-Man 模式，相当于故事模式，结合了侦探游戏的剧本，有2个可选的剧本，进入后先显示简短的故事提要，然后选择一个嫌疑人或者证人进行麻将对局，击败对手后他们会提供证词，推进剧情，然后有新的角色，直到解开谜题。这里能使用手头上的分数购买作弊的特殊道具，效果包括了获得额外的牌，让对手明牌，提升运气等等。虽然本质还是打麻将，但这种加入麻将之外元素的方式大大增加了趣味性，能促进喜欢麻将类型的玩家反复购买新作，也包括了一些色的内容。这种方式能让厂商持续的赚钱，也使得后来的很多年麻将游戏新作不断。个人评价3颗星。
全垒打王90，棒球游戏又来了。全垒打王是 Data East 的棒球系列，说是系列，其实一共也就出了2部。第一作1989年3月推出，在第50期介绍过。这座90版发布了之后，就再没有后续的内容了。尽管以续作的形式发布，但基本上算是重新制作。通常来说，一款游戏如果第一次做得不好，才要推倒重来，第二次尝试大概率能有些提高。但本作却刚好相反。全垒打王的初代作品虽然在系统玩法上模仿了南梦宫的家庭棒球，但素质并不差，还制作了精细的卡通角色形象，人物可以看出差异和个性化，身材、面部都有区别。击球和投球时的视角也很不错，但这款90版就像是丢失了原版程序临时赶工的产品，球员的图形水准下降并且被简化，在选择球队时的队徽、调整阵容等界面都从之前的图形变成了文本。相比之前，新增加的内容是单独设置了一个联赛的模式，可以编辑队伍，并且每场联赛都能选择单人或者双人。比赛前有3个可选球场，其他的和大部分的棒球游戏没有太大的区别。在90年这个时间，不少厂商的棒球游戏昙花一现之后就绝迹了。Data East 的棒球游戏出现较晚，而且品质也不算突出，没有积累出品牌效益，加上这一作的倒退，失败就在情理之中了。个人评价2颗星。燃烧棒球90感动篇，刚看了一个即将出局的，再来看看还在竞争当中的。对于当时处在领跑地位的南梦宫的棒球系列来说，杰里可算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了。这是杰里可燃烧棒球系列的第4部作品，也是美版系列的第3代，美版的名字叫 Bases Loaded 3。上一作的发行时间是89年的7月，在第53期介绍过。这个系列一直以写实的角色形象和动作作为特色，并形成了和其他棒球系列的差异。由于上一作将该系列的传统的电视转播视角变成了体育场内观看的斜向视角，导致操作性很差，影响了系列的口碑。本作又将视角变回了传统的从投手背后显示的电视转播视角，在球被打出去之后，则用了一个人物占比较大的局部俯视图，不但回归了正常的操作，也能保证球被打出去之后快节奏的感觉。另外的改动是取消了联赛模式，开始画面只能选择单人或者双人模式，没有了联赛，同时也就没有了生物节律的状态变化。新加入了一套评分系统，如果是单人和电脑对战，电脑的难度分成5个等级，第一场比赛从1级难度开始，如果赢得了比赛，根据比赛里的各项表现，系统自动给出一个分数，满分100分，根据获得分数的高低，决定下一场比赛电脑的难度级别。如果战胜5级难度的电脑并得到100分的评分，游戏即可通关。所以如果技术足够好，理论上2场比赛就能通关。本作在纠正了上一代的错误设计之后，素质又回归到了一个不错的水准。这一代的 BGM 和音效全部重新制作，显得更加的立体饱满，画面和人物动作有些优化，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视角造成的手背控制比较困难，整体的球速偏慢，在击球判定上做的也有些问题。没有了联赛模式，当时也被很多的玩家诟病。个人评价3颗星。激斗圣战士游戏的全名直译是比库里曼世界激斗圣战士，比库里曼也有中文翻译叫圣魔大战。在我的 PCE 专题系列里，曾经介绍过一款横版动作游戏《圣魔大战》，当时也提到过红白机上的这一作。2款游戏都改编自动画，但最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比库里曼是零食里面的贴纸。经过了多年的发展，贴纸具备了奇幻式卡牌的特点，里面天使与恶魔的各种角色形象很受小朋友的欢迎。于是在1987年到89年推出了一部以贴纸角色为主题的动画。游戏的故事和动画是一致的，天使与恶魔曾经和平守护着地表世界，圣主纳迪亚命令沙曼汗和始祖尤拉分别培养光和暗2个宙斯，但始祖尤拉为了统治世界，将暗之宙斯吸收到了体内，导致世界分裂成了天使与恶魔2大阵营。后来光之宙斯成长为天使的领袖超级宙斯，他和始祖尤拉的战斗导致世界分裂成了天魔界与天圣界，天圣界面临着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归和平，年轻的天使大和王子
受到超级宙斯的召唤，开始了冒险。尽管游戏披着热门贴纸和动画的外衣，但在系统上属于标准的经典 RPG 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勇者斗恶龙的重度依赖患者。按 A 键调出菜单后，出现对话、调查、道具和魔法等选项。进入房间后，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其他的 NPC 对话。上方显示图片，下方是对话信息，右边有可选的指令。大地图上随机御敌，战斗也是第一人称回合制。画面下方从左到右依次显示角色的图像、角色名和状态，右侧是指令选项。魔法在这款游戏里被称为礼力，魔法值用 FP 表示，战斗中显示为字母 F。除了常规的战斗和回复时使用，有时礼力也要用于推进特定的事件。同伴系统的设计是最大的亮点。一开始只有大和王子一个人，随着剧情的推进，会有其他的圣战士加入队伍。作为战斗的同伴，队伍最多可以达到8个人。在主菜单的队伍指令当中，能设置成前排和后排，战斗时可以交替使用。除了圣战士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天使和守护者，他们加入后作为单独的支援角色使用。战斗中每回合能从支援角色当中召唤一个人，进行普通攻击或者特殊攻击，一个角色最多3次，消耗的次数可以在能量管的场所恢复。同伴增加后还能使用叫做融合能量的组合技能，它不消耗魔法值，而是消耗单独的融合点数。这个点数随着队伍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关的组合技通过事件或者是特定的宝箱获取。角色不断发展后会进化，有的是通过触发特定事件得到力量，外形和称号也会随之改变。故事的流程要经历4个不同的独立区域，分别是天圣界、天安京、天圣门和无连接区域。剧情和动画关联，最终的 BOSS 战是通过大魔门后击败超级恶魔。游戏整体的设计很人性化，上手简单，线性剧情的推进也很容易，有很充分的引导。战斗只要提升等级就没有特别困难的地方，所以这是一款相对简单的 RPG， 又因为简单而没有太多的策略性，各项基本素质都还不错，动画角色的形象还原度高，风格也很适合红白机有限的性能，加上动画的故事，对当时原作的粉丝来说应该是无法拒绝的。个人评价3颗星。马里奥医生。红白机的末期，任天堂发布游戏的频率已经明显下降了。90年这个时间点，更是把大把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超任上。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推出有影响力的作品。之前的节目几次提到过，在 Game Boy 推出之后，休闲益智类的游戏数量明显增加。这款消除类型的马里奥医生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制作人是时任开发一部的部长横井军平。游戏首发的同一天就推出了 FC 和 GB 2个版本，在后续的平台上也有各种版本推出。在游戏里，马里奥当起了医生，用胶囊清除瓶子里不断繁殖的病毒。病毒共有3种颜色，红色、蓝色和黄色，胶囊的颜色也与病毒颜色相对应。屏幕上的马里奥会随机的扔出胶囊，每个胶囊有2种颜色组成，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共有6种可能的组合。将4个或者更多相同颜色的胶囊和病毒连成一线，即可消除它们，垂直和水平方向上都能生效。清除瓶子里所有的病毒即可过关。在死之前，如果胶囊堆积起来填满瓶子，游戏结束。在关卡前的设置界面里，病毒的等级从0到20共21级，等级越高，病毒的数量越多。下面一项是胶囊下落的速度，有低、中、高3档，还可以选择背景音乐。双人游戏是对战的玩法，2个玩家都可以设置自己的关卡等级，先清除病毒的一方获得胜利。在俄罗斯方块之后，尽管其他的公司也有推出不少类似的消除益智游戏，但马里奥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相当的受欢迎。仅红白机一个机型的销量，全球就已经达到了485万份， Game Boy 版的销量比这还要高。出众的游戏性固然重要，但马里奥的人气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游戏评价4颗星。一骑行星的野望，由 K Amusement 发行的一款科幻题材的角色扮演作品，开发外包给了当时的阿尔法电子。如果算上 SNK 之前出的《李健八犬传》，这是他们第2次尝试 RPG 的类型。
一个叫做阿尔夫的星球遭到怪物袭击，星球上的人向外太空发出求救信号。正在星际旅行途中的2名主角，代号为斯泰德的男子接收到了通讯后，降落在阿尔夫星。他们与贝蒂亚大陆首都提格的行政长官进行了交谈，但却被告知没有发出过求救信号。在城镇四处走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叫做科诺娜的女孩，她告诉2人，包括了女孩父亲在内，所有调查怪物的人都失踪了。之后科诺娜加入队伍，开始一起冒险。虽然在系统设计上很传统，又不得不提勇者斗恶龙，但从题材和风格上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世嘉的经典 RPG 梦幻之星。在游戏开始不久就能集齐4个角色，2男1女，再加上一个机器人，在城镇和房间内都能移动，遇到 NPC 对话切换到第一人称的视角。旅馆和商店的妹子头像很可爱。作为科幻类的 RPG，ESP 的精神力代替了常规的魔法，角色的生命值和精神力点数分别用 LP 和 EP 表示。在战斗时也是采用了常见的第一人称回合制，但比较特殊的是，敌人角色的名字后面都会显示数字，这个数字表示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关系。随着等级的上升，会导致面对相同敌人时数字减小，对应获得的经验值也会变少。除了 LP 作为角色的生命值，人物的躯干、四肢、头部都会分别积累损伤，如果损坏角色的属性下降或者导致死亡，这些损伤可以在医院恢复。机器人角色比较特殊，刚加入队伍后无法战斗，需要得到特殊的装备包才能参战，它也不能积累经验值升级，提升实力只有依靠更好的芯片和部件。3个人类角色升级后能自由的分配点数，有单独的 LP、EP 点数和分配给攻击、防御、敏捷这些的属性点数。等级的提升分为8个阶段，每到达一个更高的阶段，每级能够分配的属性点数都会增加。当进入到迷宫场景时，会变成第一人称的 3D 视角，这一点也和梦幻之星初代很像。游戏的故事情节比较薄弱，结局乏味，整体运行的流畅度相当的好，画面水准在 RPG 游戏里算是不错的。不过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这类经验，平衡性拉胯。从金钱、经验值的设置、道具的匹配、战斗等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体验不佳。再加上没有吸引人的故事，很快就成为了被遗忘的普通作品。个人评价2星半。魔法门被誉为西方3大 RPG 系列之一的魔法门终于登陆了红白机平台，但相比巫术和创世纪却迟到了很多。本作对应了原版的初代作品，全名是魔法门1心灵圣地之谜，原版于1986年发布在几个电脑平台。魔法门系列由新世界电脑公司开发，主要的负责人是乔万·坎赫姆。后来公司在1996年被 3DO 收购，该系列也成了旗下的 IP。 3DO 破产后，育碧又买下了版权。整个系列的世界观结合了奇幻和科幻的元素，宇宙被一个称为远古种族的强大力量统治着，每个地方都有守护者管理。具体到本作的世界，表面上的设定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奇幻世界，有身披盔甲的骑士、神话怪物和魔法师，但游戏的后期会出现星界这种科幻内容。红白机的这个版本是改良移植，屏幕的布局和界面相比原版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画面效果提升，所有怪物的插图都重新绘制，调整了游戏的平衡性并略微降低了难度。系列的1代和2代在系统上和巫术比较相似，采用了完全的第一人称 3D 视角，除了地牢和城镇，还有可以探索的更广阔的 3D 世界。游戏有极高的自由度，一上来没有什么剧情介绍和故事的铺陈，而是采用任务驱动的方式，玩家扮演当地的居民，一边完成任务一边与怪物战斗。任务包括了与主线剧情无关的本地任务，以及贯穿整个游戏的主线任务。红白机版开始不需要创建角色，来到初始城镇的旅店时，就等候着预设好的默认成员，可以直接加入队伍。队伍最多由6人组成，有6种职业：骑士、战士、弓箭手、牧师、法师和盗贼。角色还分为不同的种族，像是人类、精灵、半兽人、矮人等等，这会影响角色的初始属性以及各种抗性。战士、弓箭手、牧师和法师都可以使用魔法，魔法分为多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包含好几种法术。角色的等级和魔法等级是分开计算的，每提升2级普通的等级，魔法等级就上升1级。初代的探索和战斗都是回合制，
每走一步，游戏内的时间都会流逝。另外，通过吃食物恢复生命，而不是在旅馆休息，是魔法门的一大特点。死亡和中毒等异常状态也无法通过休息治愈，相反会加重病情。初代里休息一次推进1天的时间。整个的游戏地图内容包含了20个区域，其中有5个城镇、6座城堡和地牢。在做这个视频之前，红白机版本的魔法门初代我从来没有关注过。魔法门系列我原来是从6代开始接触的，曾经有段时间想过要从初代开始尝试一下，但电脑版的音画效果让我实在坚持不下去。看到红白机的这个版本后，又有了拿来玩一玩的想法。敌人角色的绘制、3D 场景都还不错，音乐也不像电脑版那么刺耳。个人评价3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点赞、评论、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